欢迎收看《世界战情室》，陪您掌握天下事。我是我们想首先带你来掌握，这是南韩总统尹锡悦在昨天晚上突然突袭式的宣布国家进入紧急戒严的状态，甚至出动了军队进驻到了国会，引发了国际社会高度的震惊以及关注。没有想到，就在尹锡悦宣布戒严之后2个半小时，在国会也紧急通过了解除案，逼迫尹锡悦不得不宣布同意戒严。 조금 전 국회의 계엄 해제 요구가 있어 계엄 사무에 투입된 군을 철수시켰습니다. 바로 국무회의를 통해 국회의 요구를 수용하여 계엄을 해제할 것입니다. 语重心长，表情凝重。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当地时间凌晨4点半再度发表谈话，宣布解除紧急戒严。而这是受到此前国会以190票通过戒严解除案的压力，导致尹锡悦再度出面谈话。事实上，这起事件发生在周2晚间。尹锡悦突然表示，为了铲除亲北共产主义势力威胁，保护宪政秩序，宣布南韩进入紧急戒严，使南韩陷入一片混乱。而国会也在宣布的2个半小时后，马上提出解除案，并投票通过。执政党国民力量召开会议，要求尹锡悦解除，最后尹锡悦才妥协宣布接受国会要求。内阁会议也批准提案，使这场6小时混乱的紧急戒严闹剧画上句点。东森新闻广荣新综合报道。好，尹锡悦突袭式的宣布要戒严，这消息传出之后，我们也看到了，他随即下令军队出动要控制国会，而在此同时间呢，我们看到大批的民众挡在国会大楼之前面，阻挡军队的进入，而议员们呢，也在议场的门口设置各式各样的障碍，双方爆发了非常激烈的冲突。抗议民众团团包围进驻在国会外的军方看马车，和军方人员爆发了激烈口角，有人甚至激动重锤车辆。在议场内，议员们利用桌椅筑起各式的障碍，企图阻挡军人进入。此时，军方喷洒催泪瓦斯，现场一片混乱。在另一个大门也是被层层的桌椅围住，部队完全被挡在外头。不过没多久，特种部队破窗而入，顺利占领了国会。此时空中也有直升飞机盘旋，一时气氛相当紧张。而议场外有民众喊话，要求军队撤出。而就在尹锡悦宣布戒严2个半小时后，国会通过表决要求解除戒严，军队也随即退出了议场，一场紧张的军民对峙也宣告结束。东森新闻综合报道。好，尹锡悦突然宣布的戒严令，根据了解呢，包括是他幕僚，似乎也都在状况外。我们看到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引发各界的挞伐，大批的韩国的网友呢大骂尹锡悦你是疯了吗？而执政党和在野党呢也都反对他的突发行为，甚至控告尹锡悦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内乱罪了。大批民众聚集在南韩国会外头，大喊要把总统尹锡悦赶下台。原因就是在此之前，尹锡悦突然宣布紧急戒严，引发全国陷入大混乱。网络上更是一片骂声，称尹锡悦政府已经疯了。虽然戒严令在周3凌晨4点半解除，但这样的突发状况让尹锡悦陷入最大政治危机。 국민들께 송구스럽게 생각합니다. 대통령이 이 참담한 상황에 대해서 직접 소상히 설명해야 합니다. 계엄을 해제한다 해도 내란죄를 피할 수 없습니다. 윤 대통령은 더 이상 정상적인 국정 운영을 할 수 없음이 事实上，根据南韩戒严令是禁止任何政治相关活动，而这也冲击到演艺人员，因为这将难以参与政府或地方的庆典或活动，也一度认为这些活动将会临时被取消。虽然目前解除了戒严状况，但引发的恐慌恐怕不会轻易消除。东森新闻广荣新综合报道。好，尹锡悦虽然很快就宣布解除了戒严令，不过目前仍然在韩国旅游的台湾旅客呢，依旧对于韩国的情势感到忧心。屏保协会表示呢，韩国的旅游虽然暂时不受到影响，但是仍然需要高度关注后续的发展。
南韩总统尹锡悦在3号晚间突然宣布紧急戒严，又在4号凌晨表示即将解除戒严令，引起国际间关注。不少在南韩旅游的台湾游客担心旅游行程会受到影响。目前所在位置呢，其实是在这个釜山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其实还是蛮多民众在外面走来走去的，而且其实大家就很像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这样子。对此，中华民国旅游品质保障协会表示，虽然目前没有影响韩国旅行团出团，仍需要关注后续情况。那他戒严的理由是因为国内政局的动乱，所以目前还看不出来对于旅行团有任何的影响，包括飞机是否正常起降。另外，韩籍网红宋赞阳也用中文简单说明韩国戒严的初步内容，包含尹锡悦宣布戒严的原因，并强调不是因为战争，别担心会有飞弹。更说近日赴韩的旅客可能会亲自体验韩国历史性的一刻。东新闻综合报道。好，尹锡悦突袭式宣布的戒严，让人联想到了在1980年的光州事件。昨天晚上这消息一出呢，我们看到了韩元兑换美元急贬，一度创下过去2年来的新低。而未来呢，也将可能会引发外资的出走潮，包括是观光方面，恐怕也会进入黑暗期。平凡的计程车司机单纯想靠在外国人大捞一笔解决家里财务，却意外卷入民主运动洪流当中。宋康昊演的小黄司机真人真事改编，描述1980年代的南韩光州事件，宛如韩版228事件。当时是1980年5月18号，韩国正值戒严，光州学生跟居民示威运动发生冲突，造成严重伤亡。而当时的时空背景是1979年的10月，南韩民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在圭暗杀长期实行独裁统治多年的总统朴正熙。朴正熙18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但是也引发了社会的不安定。依照了大韩民国的宪法程序，必须来实施戒严。现在南韩总统尹锡悦又宣布了要紧急戒严，说是为了保护自由民主国家，以免潜伏在自由大韩民主境内的反国家势力推翻韩国制度。两者戒严不相同，而这一次包含禁止一切的政治活动，禁止任何否认或企图推翻自由民主的制度，包含假新闻、虚假的宣传。另外，所有媒体跟出版物都要受到戒严的控制，禁止罢工等集会活动，还有所有的罢工或离开医疗场的医务人员，包括居民，都必须在48小时内返回正常的岗位。也提到人民尽量来减少对日常生活带来的不便，这其中也可能在未来会来宣布宵禁，或者是学校不上课。消息一出，韩环对美元应声急贬1.4%，创下了2年的新低。尤其国内动荡的话，可能会造成外资出走，经济上外国的厂商不敢投资，而内部的厂商如果遇到宵禁，会去影响作业，营收会下降。在观光方面，宵禁的话也会影响到游客，降低旅游意愿。尤其各国的外交部也会建议尽量不要前往，这也会去影响到南韩的观光旅游业。东森新闻综合报道。好，尹锡悦突然宣布了实施戒严令，这个消息引发全球高度的关注以及震惊。在美国方面，第一时间表示他们已经和南韩当局接触了，并且表示呢，事前他们并没有获得任何的告知。而日本政府则表示，对于事件的发展呢，也感到震惊，将会密切的关注后续的发展。We are watching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ROK with grave concern. We are seeking to engage with our Republic of Korea counterparts at every level, both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Seoul. The Secretary has been briefed, and we're keeping him appraised of the developments as well as monitoring closely what's happening on the ground. 美国国务院也指出，美方事前并没有接获南韩方面的通知，并希望南韩能遵守相关的法令。另外，美国副国务卿则指出，美国与南韩的联盟坚如磐石，并坚定支持南韩。另外，日本相关人士则表示，对于尹锡悦突然宣布实施紧急戒严令感到十分震惊，将会密切关注今后局势发展，并确保日本国民的安全。东森新闻综合报道。好，在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之后呢，各个政党立刻下达了紧急动员令。由于在野的共同民主党呢，在国会是人数过半的，因此只要所有的议员聚集到议场，就可以立刻解除戒严。 아니 국민이 국회에 들어가겠다는데 왜 막아?
在得知总统下达戒严令后，大批民众冲往议场，和远警爆发激烈冲突。 이게 말이 되나? 제가 알기로는 그때 광주 민주화 운동 이후인가? 그때 하고서는 처음 있는 일인 것 같은데 21세기에 이게 맞나 싶어서 왔습니다. 事实上，南韩总统并不是没有制衡力量。根据韩国宪法第177条第5项，如果国会通过半数议员的决议，就可以通过解除戒严。因此，尹锡悦在宣布紧急戒严后，各政党立即下达紧急动员。由于在野的共同民主党在国会人数过半，因此在国会表决通过解除决议后，尹锡悦不得不让步，宣布解除戒严令。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好，对于南韩总统尹锡悦突袭式的宣布戒严，又闪电式的宣布解严，您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您到我们的留言区和我们分享。同时感谢您收看这一集的世界战情室，我是梅翔，我们再会了。